好，趕快來看到的是軍事消息，殲36正式的官宣了，是空中加油機這一次實錘劍指的就是第2島鏈哦。另外，等一下會來看到這個小檔案的部分，也就是殲36它的一些戰力哦，3發的無尾翼獵殺美軍。那美軍的部分現在有 F-47還在造。已經甩開了美國空優一個世代，這個是中國大陸的一個的部分。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深度的剖析。先來看到大陸的6代機從不能說的秘密，現在呢是不是走到台前了，來到了官方的鏡頭？因為呢，我們今天最新要來關注到的是中國的軍方，也就是它的官方賬號中國軍號，它最新發布了一段影片，首次捕捉到了殲36的一個最新清晰的影像。那畫面中呢，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的是3具的發動機、無垂直的尾翼，還有大型融合翼身的設計。神秘戰機直接從運20旁邊給掠過去了。那在這一段影片當中，軍方呢把給小六加油寫進台詞當中，代表什麼意思呢？代表說這個加油機當中已經可以協助殲36做這種長程而且高續航力空中加油的能力了嗎？這會不會是殲36最重要的一個任務之一呢？我們先來看一段最新影片。局長，咱今天給誰加油？先加六爺，再加小六。好，刚刚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官方公布的最新殲36的影像哦。那麼我們也看到專家針對了這些片段來做了一個分析。他說呢，殲36如果能夠在具有這種3具發動機跟有空中加油機一起支援之下的話，代表它接下來是可以長時間滯空做飛行的，也就代表它的作戰半徑會不斷的延伸，從原本是比較近海的部分，現在到了第2島鏈，甚至未來深入到西太平洋地區去了。好，我們也來看到殲36它的3大特性，等一下將軍會有比較深入的一個戰力分析。我們先來看到它的幾個小檔案。第一個，它的3具發動機可以支撐大型的雷達電子戰系統。第二個就是它無垂直的尾翼了。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哦。殲36它有取消了它的垂直尾翼，減少雷達反射，也就代表它的逆蹤能力可以大幅的提升了。最後呢，它有的是大型融合式的雙三角翼，可以提供更大的一個內部空間，裡面呢就可以裝更多的一些不管是燃料啊、大型武器、雷達感測器、電子設備等等，有利於它未來提高航程哦。所以呢，換句話說，殲36的設計哲學不是傳統的我們知道的這種極限戰機的狗鬥了，而是追求它未來可以看得更遠，並且飛得更遠、飛得更久，然後指揮更多無人機，也就是在敵人都還沒有看見他們之前，他們就已經可以鎖定敵人，然後做遠程的打擊。代表它未來的攻擊範圍已經可以延伸到西太平洋地區了嗎？3大設計有沒有什麼戰力特別值得拿出來看解析的？張將軍怎麼看？要發展一個新的這個飛機戰機，你要想的是它的任務定位是什麼？你要從事什麼樣的任務，然後再設計這個飛機。那這一個殲36，我認為它有幾個特性。第一個，它飛機大，3個發動機，你3個發動機，你能不能拿推力幹嘛？我就是大啦，我就是大，我要載彈量大，我的載油要大，我的2個發動機是不夠的，我要3個發動機。那我這個3個發動機，飛機又更大。好，那飛機更大的話，你這個又要強調逆蹤，又要飛機更大，那要從事什麼？我就要跨第1島鏈，可能在第1島鏈跟第2島鏈之間，因為我夠大，我油載的夠多，我飛得夠遠。那你要從事的什麼任務？我認為它定位逆蹤輕型轟炸機。你看它的3角翼那麼大，它3角翼是從哪裡開始？是從你座艙的人員、飛行員坐到座艙，從後面開始延伸，一直到整個機尾，全部是3角翼。3角翼一般來講是1/3。你注意看那個幻象戰機或者是其他的飛機，都是大概1/3，然後再拉3角翼出去。機頭在前面，沒有，它從一離到座艙罩就開始變成大3角翼。增加升力，載彈量、載油量才會大。所以它任務特性，我認為是定型這個輕型的。再來第2個，它3個發動機幹嘛？那我發電量就夠，我發動機3個，那我發電機就有6個發電機在發電。1個發動機帶2個發電機，你3個發動機就有6個發電機。那你在那麼多的發電機要做什麼？電的話，就第一個，我給雷達，所以雷達一定看相位之內，一定看得非常遠。我電力夠啊，我電池不會打得遠啊。第2個，我電站系統特別要強化，因為打仗將來一定是電站。沒有電站，那電站你要靠什麼？靠我知道我的功率，我的電夠啊，我6個發電機耶，在發電耶，夠絕對用。
那我的電場這個絕對可以出去來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空中自衛的功能出來。所以電站跟雷達是它的特色。我把3個方面，另外一個我們來看，它這個每一型呢，因為它這個出來是第5架原型機，每一個構型都不一樣。剛開始的時候，它的你注意看，起落架是前後串列，現在變成左右並列。它為什麼這樣收？它這樣收起來的時候，才裡面的話，它才可以減少它的這個面積，它就變成小，因為它就变成我們講到的变成並列型了。一收起來的話，整個輪子就在裡面，不用搞得那麼大那麼長。你注意看，它都在調整它的氣動力跟它的飛機空氣動力中心跟飛機的重心不一樣。這2個跟飛機的俯仰操作跟它的這種空戰動作是有相關的。那麼這個歼36要不做這個狗咬狗的這個近戰格鬥沒有，因為它太大不適合。那上面掛的絕對都是超世紀的遠程空對空的飛彈，或遠程空對地或空對艦的飛彈，是要這樣來打的，都不是我們所講的想到傳統的戰爭。那現在它既然是不要去空中格鬥，那你這個逆中戰機是做什麼呢？所以我把它定為輕型逆中轟炸機，是這個樣。那將來的話，我認為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它的這個生產的速度快，我認為它這個5架原型出來啊，就準備要定型了，就要開始做量產了，那量產的話，批次量產跟全量產，我認為第5架完畢之後，可能第6架我們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批次量產的飛機可能就要出來了，不會說我原型機做那麼多，那你還沒完成整個作戰的部署啊，那你這樣的話，你所謂為何？我認為第6架開始，我再判斷大膽的判斷，第6架就是批次量產的第1架。好，所以我們除了看到這個歼36它的技術上面的升級，剛剛張將軍幫我們講得非常清楚，還有可能未來第6架即將要量產。那其實呢，我們看到目前為止是5架嘛，其實這些原型機曝光之後，我們看到它迭代的速度其實是非常快的，僅用了19個月的時間。那麼從第1架的2024年12月底到現在，已經是有5架了，而且它不斷的升級做測試不同的版本。那改進的方向包括了有它的进氣道啊、起落架、尾噴口、機鼻、控制面等等。快速修正的包括了它的逆中設計的能力就變得更好，而且氣動性能跟飞控系統跟發動機的整合能力也都有提升。尚志哥怎麼看？代表說距離成軍已經越來越近了嗎？好，這次大家看到的時候是在大陸被昵稱它叫做南6，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成都這邊的話是南方，另外的話在瀋陽部分是北方，都是第6代這樣研發。那南6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所謂殲36的這個部分呢，已經具體看到，在2年之內，我們已經看到五架原型機。那這次其實引起國外媒體討論最多的，其實就還是它的，特別是因為它是3發動機，如果剛剛前面將軍所講的，但是在這一次具體看到了這個新一代的這個原型機當中，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有軍用塗裝。通常來講，你有軍用塗裝的部分，表示已經在測試你這個隱身逆中功能，這個蒙皮就已經在這個塗裝都已經在測試這個逆中的實際狀況了。除此之外，這一次最大的改變就是它的矢量噴口，因為過去來講，它早前幾代出來的時候，這原型機的時候，因為它是無尾翼哈，所以這次它的氣動布局，在國外評論就是說，哎呀，通常這種無尾翼的部分呢，它的這個垂直啊，或它的這個怎麼推進功能、轉彎功能啊，各方面啊都會比較差的。結果這次出來之後，大家的是大傻眼，尤其是國外方面。而且在這次看到的，包括中國大陸評論裡頭，有強調它現在包括有垂直轉彎，包括高速當中360度回轉都能夠輕易做到哦。而且要知道，我們在對比現在說，就是現在以美國當中的 F-22來對比 ，F-22大概能夠飛的高度大概是19800。這個800米，但現在在推估現在這個殲36能夠飛高達25000米以上哈，所以當然這些都是數字推估啦，就表示說現在這個戰鬥能力真的很強。那大家特別注意的，我要講說，不是我們現在只看殲36，我認為大家如果要觀察中國大陸，包括殲36的發展，應該要看最近8·1，因為8·1是中共解放軍的建軍節，所以在此前後呢，在官媒裡頭出現了有6集的中國大陸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智勝系列，他把火箭軍、海軍、空軍，第4集就是空軍，這裡頭非常非常完整哦，而且這裡頭有包括從不同的空軍單位，
它的雷達軍，然後包括它的空軍，包括它的維修，從他們包括士官長，包括一些老軍官的部分的角度去看在每一個軍種當中最新的狀況。我要講的重點是不是殲36單兵多強弱？剛剛其實將軍所提到的，中國大陸現在體系化作戰，以空軍來說，我看到在智勝裡頭提到，他什麼？他們現在思考空軍是幹嘛？我不是說我的飛機跟你在幾架纏鬥，現在最重要的就最短時間之內把你擊落擊沉。所以這個體系化作戰來講，以殲36在這個大體系裡頭，因為它很強嘛，大家都知道，現在它可能陸基當中，它也可以從中線起飛。現在預計第一島鏈台灣甚至逼近第二島鏈，它不一定要艦載。而現在殲36當然也有發展艦載，如果跟航空母艦一起走，那基本上可以打到美國西岸都沒有什麼問題了。而且它等於遠遠的逆中的情形之下，在最快鎖定，然後包括跟偵察機、空中偵察機一起整合的時候，最短時間看到你，就可以把你打下來，它不一定要飛過去跟你纏鬥嘛。而且它現在如果還飛到高空中，已經飛到快要接近太空了，在這個地方發射，你根本他們很多雷達是掃不到的。所以我覺得現在殲36不只是它現在功能多麼強，然後一代一代原型機推出，而且即將要服役了，因為已經在測試塗裝了哈。然後最重要的是，它在這個中國大陸的空軍體系化作戰裡頭，無論對台兩岸，或者是中美最後中美日最後的對決的時候，它會在這個空中體系化裡頭擔任什麼樣的角色？我認為這才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好，所以我們看到不只是殲36，中國大陸整體的體系化作戰，這個威脅性已經從近海一直延伸到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甚至到美國的西岸去了。面對於這樣的威脅，現在美國怎麼做呢？我們也來觀察一下目前美國 F47，也就是它的6代機的發展到底進度如何。其實呢，目前波音還在打造它的第一架原型機，那它的說法是最快2028年首飛，但是美國國會議員說，沒有辦法那麼快啦，應該是要等到2030年的中期才有可能來首飛。那也代表說，美國如果真的是2030年的話，代表美國近10年是沒有6代機，那它接下來怎麼辦？它就是要來繼續依靠它的 F-22、F-35跟它的老化的 F-15跟 F-16。那除了這個之外呢，它現在最大的問題還要面對的就是它一直在挑戰它的下一代發動機，也就是 F-47的核心技術，他們要趕快把它研發出來，因為到現在還不夠成熟。如果要換它現在只能先用舊的發動機，但是如果未來要換新的發動機，其實這當中又涉及到許多的重新驗證的一些技術，又是另外一個麻煩。所以我們先請教介大使怎麼看，如果 F-47要到國會議員所說的2030年中期才能完成，那這空窗期，中國大陸的威脅會一直擴散到甚至第一、第二島鏈，在空中力量會完全的改變整個空中戰場嗎？甚至挑戰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制空霸權嗎？介大使怎麼看？對，這兩個都是假設，都是肯定的。第一個，因為中國大陸必然會取得優勢。那麼第二個就是說，挑戰美國在這個動搖美國過去傳統在印太這個地區的空中的優勢。因為任何戰爭啊，最好的防守就是攻擊。你有強大的攻擊力，你可以牽制这個敵軍強大的敵軍非常多的戰力，而且他會要反守，反攻為守，他要花到更多的這些資源跟布局啊。所以這一款這個殲36事實上的話，它照目前的預計，它會比美國的這個第6代戰機起碼超前5年服役，這個5年就會造成美國很大的空窗期。那這個領先5年會造成整個這個印太區域的這個空中中美兩軍空軍的這個優劣這個態勢。那因為這個殲36事實上它的這個作戰能力跟它的特性那麼現在很清楚的，一定會重塑未來的空戰的一個規模這個規則，而且會改變這個中國空軍跟這個敵對空軍的一個力量的對比。為什麼呢？因為這一款殲36它的作戰半徑是3000到4000公里，它直逼第2島鏈那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第二個，它的這個整個的這個特色它是一個怎麼樣全面隱身，而且有一個超大彈艙的一個飛機。那因為它沒有這個尾舵尾翼事實上它的那個折射面積就變小了，所以它的隱身效果會更強。然後它是這個
這個機身哈三發的一個這個飛機啊，所以它的機身也比這個傳統的戰鬥機啊大非常的多，所以它的載彈量也會增加很多。所以全面隱身再加上超大這個彈倉，這是它的很大的一個戰力資源。第三個呢，就是因為它的電力非常非常的強大。那它的可以作為一個空中戰力的空戰的一個指揮中心，是除了它本身的有先進的傳導以及 AI 設施以外，它還可以指揮所謂的中程僚機跟它一起作戰。所以這一款飛機出來是絕對會改變這個整個印太區域中美兩軍在空中的戰力的優勢。好，謝謝謝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